台湾吗？2025年的台湾，你随时可能被民进党东厂爪牙给抓走啊！高雄霸双节的负责人徐尚贤，他是没有机票，当街扣走拜登 Andy， 他在家睡觉，太累了忘记锁门，点掉来的时候，他看到一群人就把他带走，他人失踪啊！我当天打电话给他助理找不到人，他说老板不见了。最讽刺的是，在几十年前的那个时代，却在台湾民主化30-40年后的今天幽灵重现。对于现在当下执政党逐渐走向法西斯化、沙文主义化，大家忧心不已，党外精神再现，希望能够连结所有在野的力量。台湾生病了，非常严重。如果让大罢免得逞，台湾从此就会陷入仇恨政治。本来大罢免只是民进党发动一个政党之间的攻防，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侵害、损害台湾利益，损害所有台湾人未来选择重要政治恶斗。所以我们全民一定要站出来反对大罢免。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什么是党外的精神？就是对于一党专政、一党独大的体制，连结所有统治者执政党之外的声音，发挥制衡的力量。同时，党外的精神除了敢站出来，更是要勇敢地说真话。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黑白不分，指鹿为马，我们更需要勇敢地坚持真理、事实，敢说真话的人可以站出来。我们的思想加上行动，才可以有效地牵制专政的执政党。当然，最讽刺的是，在几十年前的那个时代，却在台湾民主化30-40年后的今天幽灵重现。对于现在当下执政党逐渐走向法西斯化、沙文主义化，大家忧心不已。因此，党外精神再现，希望能够连结所有在野的力量，即便政治信仰价值可能不同，但它正代表了台湾思想的多样性。正因为台湾民主开放的体系，我们最宝贵的民主自由，所以台湾可以百花齐放，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今天我们很可能再次的面对被统治者的残害，因为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个多元多样性，所以我们站出来，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我们正跟民进党的沙文主义是不同的，不是跟赖清德一样才可以团结，不是跟赖清德一样才叫台湾人，不是跟赖清德一样才享有公民人权。今天我们看到韩国，看到美国，我们才发现原来民主这么的脆弱，随时会瓦解，随时会倒退。赖清德上台之后，我们才发现他居然可以突破我们认为不可以踩的许多民主红线，不但想要团灭在野党，甚至于把司法作为他整肃异己的工具，还要修国安法，动用国安体系，制造内部的敌人，扣红帽子，让台湾回到那个肃杀的氛围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台湾的民主政治岌岌可危。如果韩国一夕之间不是因为国会挡下来，现在已经戒严了。美国这么老牌的民主国家，可以因为川普上台，他侵犯学术自由，哈佛大学，他派兵入侵加州，他甚至于在上一届结束的时候还发动了国会的暴动。民主岌岌可危。所以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四面八方，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岗位，但是我们都认为必须团结起来捍卫台湾的民主。但更让大家忧心的是，台湾的未来在口口声声的说要代表台湾2300万人的本土政党民进党的手里，尤其到了赖清德的手里，我们非常担心把台湾推向战争。我们更担心他可以一下爆冲两国论，一下子对两岸只字不提，甚至说一个语焉不详的并购说，但背后其实暴露的是把我们台湾未来的话语权跟主动权双手拱手奉送给了美国。我们很担心哪一天中美交易完毕之后，台湾的命运就被决定了，我们毫无智慧的余地。谁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们的未来难道不应该收回来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吗？60%的多数必须开始对话，开始团结，凝聚新的台湾共识，提出台湾真正的主流论述。对于台湾的重大议题，攸关台湾前途的发展，攸关台湾人民的幸福，所有的主张必须收回来在我们人民的手中。
那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政治光谱、政治立场乃至于不同想法的朋友们能够齐聚一堂？因为台湾生病了，非常严重。如果让大罢免得逞台湾从此就会陷入仇恨政治。本来大罢免只是民进党发动一个政党之间的攻防，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侵害、损害台湾利益、损害所有台湾人未来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恶斗。所以我们全民一定要站出来反对大罢免。大罢免撕裂国人团结。今天搞一个大罢免，这几个月你只听到大罢免大成功，到处去出征。连妈祖出巡都要被骚扰，这个就是一个不赞成大罢免的人就被他打成中共同路人。所有的人都是泾渭分明，只要你不赞成大罢免，我就是把你视为通敌。这怎么会是一个执政党应该做的事情呢？所以这个大罢免如果让它得逞，就会变成仇恨政治，影响到全台湾的团结。第二个就是民主根基的毁损。去年全民的意志选出了国会立法委员，他1年的时间，立委在立法院表现都非常好，赖士葆委员、林德福委员、刘许婷委员刚刚选上了，表现也非常好，还有马文君委员这些，他们都没有，郑正前委员，他们都没有做任何的贪赃枉法的事情，凭什么要罢免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毁坏台湾民主的根基。如果今天你让他得逞，以后只要他选举不如你的意，他明天马上翻桌。我们用闽南语讲就是跋拍掉，你选不赢人家，结果你翻桌，这就是输不起。可是如果让这种输不起的心态变成正常化，台湾以后就没完没了。所以为什么我认为大罢免这个是对台湾危害非常深？各位，这几个月你有听到政府在好好的应对台积电被送给美国吗？有听到美国关税战我们的政府有出来说明吗？都在大罢免，所以我们台湾是停滞不前，被民进党的大罢免牵着走。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诚恳的呼吁，给我汇聚全民的力量来反对大罢免，来让仇恨政治终止，同时也能够让台湾更有理性的声音能够出来。我要向全国的我们的国人呼吁过去你们投过很多票，选举总统、立委、议员、里长，没有一次比这次的票更重要。今天的票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高金委员让我最佩服的是，他长期以来没有忘记台湾殖民的历史，因为他代表的是原住民。那也是今天的台湾必须去思考，我们要如何去殖民、反殖民，才能真正找到我们的主体性。我的族人告诉我的，他说吉瓦斯是我泰雅族的名字。他说很奇怪呢，从我们原住民的眼睛来看，他们都是先来后到的人哦。那为什么这些先来后到的人不断的用手指着后来的人？为什么不学我们原住民有这么大心胸来接纳大家一起来爱这块土地，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美丽的彩虹建立起来？民进党其实它就是以前的党外政治运动起家，而当时的党外的政治核心100%言论自由、集结自由，那个就是人权。因为这样子的理由冲破了当时的戒严，我们得到了非常多的民主、自由以及集决的权利。可是现在我们看一看赖清德，尤其他的赖17条，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名，企图要来没收我们现在人民的言论自由、集结自由，更要没收人民的人权，以及制造我们的仇恨。我想今天成立党外的在野大联盟是一件好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希望我的祖灵能够庇佑台湾像美丽的彩虹一样那么的美丽，大家彼此相爱。那民主的精神就是监督与制衡。我们看美国川普再怎么样强调他自己的伟大，但是他的权利也要受到制衡，国会、媒体、司法。所以他不准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他对外国加征关税，法院判他不可以。再看看台湾今天有什么制衡力量呢？法院能够制衡吗？司法能制衡吗？好像不行。媒体几乎都被收买了，很多媒体一年拿民进党政府几十亿，在传统媒体这么辛苦的时候拿个几十亿，多么补啊！所以他怎么敢去制衡呢？现在只剩下国会了，在野党其实也不过发出很微弱的声音，都要被民进党罢免。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当国民党立委议员的时候，执政党有什么不对的事情照样去讲啊，照样要监督啊。选民选你干什么？新天立法院删预算删个那个几趴，我都觉得这叫什么删减的，审查3个月删那么几趴，这还都不行。真的是看到现在政治的状况很难过了。我真的最近深深的感觉一个不安的在笼罩在台湾上空。
民主没有制衡，这个就不是民主，就变成一个专制，变成一个独裁制度。所以看到现在制衡的力量只剩下国会一点点的力量，还要把你大罢免，还要把你这个打掉，没有制衡力量，这是叫什么民主制度？我们不能再沉默，我们不能再姑息，我们不能再让民进党如此的压霸。现在这个时刻，年轻人愿意站出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是非常非常有压迫感的。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前辈在这里给大家勉励，愿意再次站出来。新北的霸团，这个也是被抄得很惨的哦，到最后连送监都没有办法。老实讲啊，民进党这么怀差几招，把所有的霸律都没收啊，今天站出来呢，也是替他们发声。大家不要忘了，高雄还有霸双节的负责人徐尚贤阿贤啊，他是没有居票，当街要把他扣走啊，有这种事情啊。那当初我们也知道，像赖以登 Andy 啊，他也是他在家睡觉，他太累了忘记锁门，检调来的时候，他看到一群人就把他带走了，他人失踪啊。我当天打电话给他助理找不到人，他说老板不见了，就有这种事情啊。这还是台湾吗？2025年的台湾，你随时可能被民进党的这些东厂爪牙给抓走啊，不能接受。所以我今天很感谢大家愿意站上来给 Kia 民进党第二名做配合，我们要谢谢王玉仁，他担任我们的新北霸团的一个领衔人哦。党外战世代，战独裁，站出来！民进党外大联盟化身党外战世代，起身抗暴，团结奋斗，救台湾，代表台湾人。不管哪个世代或是哪一群人，大家是有共鸣的。面对川普海啸、中国崛起、俄乌战争、以巴杀戮，其实台湾在国贸占60%以上的一个社会啊，是非常非常的动荡不安的。我们是没办法关起门来自处，未来能否安居乐业，其实已经变成年轻人共同担忧的话题。大家很担心啊。那此时此刻，我们台湾人应该要团结一致，面对这样的一个压迫。可是内部的动荡，却因为赖清德所率领的民进党政府一句空话，对内竞争，对外团结，而且不仅是空话，更是干话，更是一句坏话。从民众党到国民党，从柯文哲到赖以任，通通被民进党用检调、用司法、用东厂骚扰、逮捕，无一不遭逢啊，迎头痛击啊，血流成河，挨枪倒下，甚至还有民进党内他们自己也被整肃。如果你跪下投降了，那你就会像郑文灿被放出来；如果你坚持不屈，那你可能就像林岱樺，他全家被抓走，连他师父和尚都可以被抓走。所谓赖清德的台独啊，事实上是以赖清德为核心的台湾独裁。我没有想到2016以前，但我当时是非常支持太阳花的，我自己一个人打了10通电话，连我弟我都把他拉上来，结果我弟到现在都一直酸我，哥你害死我了，这辈子投了最错的票。可是今天就像老前辈说要赎罪，我们也要站出来，一起来努力。赖清德放任他的青鸟，我都叫他清德的鸟，到处出征，真的是缺德的鸟，滥用网红像八囧之流的，冲到陆配家里去猎杀人家，还在这个419青鸟大集会上面大喊3个不够，我要更多，甚至有陆配之子啊，大义灭亲。那奇怪，要大义灭亲，怎么不灭一下红孩儿沈伯洋呢？可是沈伯洋家里面在对岸赚得盆满钵满，他竟然把大家开名单、列名单，要打谁就打谁，嚣张至极。他爸爸不用列管，全世界都要列管，就他最大。我们可以看到打击异己，消灭异生，把台湾人以群分，这是纳粹行径啊，还不能让人家讲啊，非常的坏。面对人家的质疑，竟然还反质疑别人，到现在一点点认错的心都不有。那谁纵容他了？谁纵容他的？赖清德、民进党，他们就是这样干。我认为今天我们青年世代，甚至是所有的世代，都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唯有啊，一起站出来，年轻人站独裁，站出来，对抗台湾独裁，捍卫自己未来。所以我们以战世代、党外战世代为名，一起在一党专政的民进党外对抗独裁的赖清德，对战独裁的赖清德。我想不管是谁，咱台湾人的未来是咱台湾人家里来掌握，不是你赖清德都要胜为。所以坏人的嚣张是好人的沉默造成的。最后我要说，虽然战世代是以年轻人为一个核心，但是不管你几岁，不管你在哪位，哪里支持人，你如果愿意起身对抗大独裁大暴君赖清德，那你就是党外战世代。请你我一起为台湾的自己的未来而努力，对赖清德高喊，把台湾的未来还给我们。3月17号的时候，那时候蔡壁如委员找我做28退战志工团，就是我们来做这个反罢免还有罢律的部分。结果在那个礼拜五，在电台的部分就接到关键，说你不够中立。三立跟民视有中立吗？一年拿10几亿可以中立吗？我上去三立上节目，哇，欣欣向荣，车水马龙啊，大厅修的是真好啊。但是新媒体的力量、自媒体的力量
不是民进党可以限制的。这也是为什么馆长到对岸，民进党一直骂他，因为他最害怕让人民看到真相。有个统计说，从馆长宣布要到对岸开始，3例民事连骂他骂了7天。为什么是7天？因为是第7天统计，所以呢，就是每天骂他。当馆长宣布要支持这个战世代的时候，支持党外大平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把馆长截了一张丑照，就把它丢上去。3例，我马上把它截图，第一时间跳出来，而且还下广告。这就是他们在干的事情哦。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结合？因为线上线下把力量扩散出去，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哦。